天天向上提醒您本期看点。假释某某网络直播平台的网红主播是模仿汪涵，他现在就是要我们退钱呗。对，没错，让咱们退钱。进来容易出去什么钱？他们就觉得我们唱歌了呀，我们表演了呀，你们所以付得相应的对价呀。我们就要抓重点去打，要站在别人的角度来考虑这个。我们就要去想原告怎么想，他们怎么告我们？你公司的员工挪用了公司的钱，告我们是没有权利的。我怎么没有权利？我什么都没有，我只有的就是权利，就是权利。我们前锋老师有没有对王一博解释说我不是汪涵？你只要回答我有还是没有。10万元数额巨大，我们怎么会把这么大巨额的资金给一个山寨的前锋老师呢？真的是因为喜欢汪涵老师，所以说才打赏，根本不是因为你唱歌有多好或怎么样才打赏的。什么是打赏？其实打赏不是赠与，我们这儿打赏就是一种购买行为。我是付出了劳动的，你打赏了，你还消费了呢？那你是我是有成本的，有对价的，当然是有对价的。它的价格是多少钱？今晚10点，天天向上职业新体验，天天律师事务所。来，起来。欢迎来到由补水品类倡导者温碧泉独家冠名播出的《天天向上》，补水就用温碧泉。今天啊，我们天天向上又开展了一个新的业务，我们呢开了一间律师事务所。您如果有关于法律方面的疑难问题，都可以向我们咨询。我们这个事务所呢，由于名声在外，引来了很多有志于成为法律人才的同学们，纷纷报名到我们事务所来实习。我看看啊，今天这个来实习的都有哪一些？来实习的，韩哥好，我们来实习了。叫汪主任，我们都是来实习的律师啊。先请坐啊。行嘞，欢迎啊。要成为一名律师，你们呢又都不是法律专业的学生，我特别想问一下，你们都有一些什么特长？我能把吃饭的账单吃的特长，吃饭时间也特别长啊。大张伟呢？好嘞，我特别能说，能把那个委托人都说晕了。我的爱好比较多，爱好单子特长。你们这个都是一些旁门左道啊！看来你们当律师的话，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好不好？那边好像又来一人。哎呀，不好意思，汪主任，你好，我是那个实习生李泽峰。哦，小李，来，坐。今天算是你们非常非常有福气啊！刚好咱们律所呢有2位资深的大律师都在，今天就让他们作为指导老师来带你们啊。张律、王律，对，麻烦您2位到我们办公室来一下，请进。哎呦，张老师来，起来，老师好。张律好，老师好。汪主任好，王律好，我们介绍一下啊。你好。 2位呢都是咱们律所的资深大律师啊。张律呢是中国10大风云律师之一，被誉为中国航空法的第一律师。作为诉讼律师呢，张律呢曾经是很多国内非常著名的、知名的大案要案啊，参与了很多，随便说一个啊，都能够让你们震一震。
王律呢是非诉讼律师，是中国著名的婚姻家事和财富传承律师，也是全球最大的律师事务所大成的高级合伙人，人称100亿案件律师。我们大家掌声欢迎哦，欢迎欢迎！你们几位有什么问题想问的，赶紧向2位律师多多请教。我有一个特别想问的问题，就是我想知道到底什么是诉讼律师，什么是非诉讼律师？哎呦，挺专业的这个题目啊！我觉得这个小钱同学学习了很多功课哈。没错，这个诉讼律师和非诉律师其实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差异，就是凡是出庭打官司的律师就是诉讼律师，不用出庭的就是非诉律师。但是呢，我们中国目前律师队伍已经有47万人了哈。其实绝大部分律师是什么呢？是非诉讼律师。哎，比如说我举个例啊，你们各位要买房子吧？买房子就有房地产律师为你们服务。你们在 APP 上下订单叫外卖，哎，有电子商务律师在服务你们。是吗？你们创作啊，你像一博他们跳舞唱歌，哎，创作有知识产权律师服务你们。你看，表面上你们接触不到非诉律师，但实际上有大量的非诉律师在背后默默的服务你们的。那2位大律师，你们觉得我们这4位实习生他们比较适合做哪个方向？我一看大张伟啊，就属于反应比较快，说话比较流利，而且呢能言善辩。我觉得诉讼律师没问题。我主要是善辩，你特别善辩。要是我来看，我觉得哈，这个钱锋律师特别适合做非诉讼律师。为什么呢？为什么呢？非诉讼律师啊，他要求啊踏实稳重。哎呦，他太稳太重了，他不是坐得住，他是起不来，特别的稳重。你比如说一博啊，一博我觉得一博呢，他的心理承受压力的这种能力非常强大。那么我们知道啊，庭审的时候，他双方博弈性和对抗性非常强，而且瞬息万变。对，所以我觉得他这种对抗能力、应变能力应该很适合做诉讼律师。在法庭上不冷场，对不对？只要是两边陷入僵局，开始跳舞。我注意到了这个小李的这个特点，他一直啊都在察言观色，而且呢思维非常缜密，所以也适合一个出庭中的第2辩的律师。但是2辩律师往往是狙击手，当你都阵地战都打起来之后，剩下的就一枪一个敌人，一枪一个窟窿，就是小李的特点。对，你看2位真的是身经百战，对不对？那么2位律师呢，都代理过哪些特别棒的案子？让我们开开眼。我这里呢，刚带来了一个与你们同行的谭松韵的母亲交通肇事伤亡案，小松韵，还有呢王宝强的离婚案。另外呢，还有个非常重要的，就是全球人都关注的马航 MH370失联案。还有就是呢，比较有名的，当时2004年嘉峪关拒载案，这个小女孩的案子最后被评为当年10大诉讼引擎案件之首。我想说一下当时这个案件的细节。嘉峪关拒载呢是一个小女孩，因为呢坐面包车去送人，在路滑被对面的车给撞上了，结果呢脚呢从脚踝这儿折断了。我们中国甘肃是最大的一个断肢再植的研究基地，如果很快飞机只是50分钟，如果能拉到那个位置，它就可以把它再接上。但是我们的航空公司有些工作人员没有完全理解和弄清楚病情，觉得你这个是单价旅客不能上飞机，结果呢他们从地面把这只脚和人从嘉峪关送到兰州市的时候，这个时候已经无法再植了，这已经坏死了，所以呢最后做了截肢。有一个细节，就在庭上的时候，对方的律师说：“你不能够交通事故把腿断了，你来讹我们航空公司来赔钱。”他爸爸把他的女儿拉到了这个庭审现场的中间，把裤子一撸起来，一只假腿露出来的时候，全场的你看看几十个都流下了泪，觉得呢不应该这样。我们的行业，我们的航空公司应该服务于人民，服务于大众，要救急，而不光是要挣钱。所以呢，从那以后，我们的航空公司有很多的都制定了相关这种应急服务手册。所以呢，现在的这种情况已经得到了特别好的改善。当然，这个小女孩最后有航空公司把她给接受为终身的员工，得到了最好的辅助和帮助。这个好，因为一场官司啊，有的时候你在法律上面因为一场官司会导致一些条例、一些规章制
制度的制定，这个是特别不容易。接下来王律，您跟我们说一下，您那个刚才我们介绍是婚姻，还有家庭财富，这个我们不是特别的明白啊。我可以给各位举个例哈，比如说我们代理了一个全球知名案件，这个案件就是我们中国云南省有一位知名企业家。他们收购了法国一个葡萄酒庄，花了3000万欧元。可就在发布会的当天，这位葡萄酒庄主呢，就邀请这个收购的企业家父子俩登上直升飞机去俯瞰他那美丽的庄园。出事儿了，想起来没有？20分钟之后，直升飞机没有回来。对，原来坠落，就这么个案子。那么这个企业家去世呢，导致他在境内的集团被媒体称为价值200亿的遗产开始发生纷争和纠纷。那么一方是他的妻子，对，一方是死者的父亲，两方继承人就这么大的集团，未来怎么传承，怎么安排，就开展了后面的连环案。等我真的介入到这案子，发现他意想不到的复杂。为什么？大家想一想人死在法国。那么他的死亡证明是法国警方开，对吧？我们当时就需要协调找法国的律师来协助我们。第二，当我们进入到这家公司集团以后，发现虽然好像分的200亿资产在云南，可是它顶层母公司注册在哪里？香港。也就是说，其实遗产是属于香港一家公司的股权，那么又要适用香港法律。后来我又飞到香港去找香港的律师组团。第三，等我们进入以后发现，哇，200亿市值集团这个价值怎么出来？需要会计师事务所进场做评估。所以我们当时组建了一个有史以来的，像我这个律师、刑事律师、法国律师、香港律师、会计师事务所一个庞大的团，开展了为期非常长的一个连环案的进程。所以那个案子我印象特别的深刻哈。哇，所以这个挺有意思吧？听起来。对，而且我特别好奇，像您2位就是代理这么大的案子，有没有遇到什么很大的困难呢？这么长时间以来，代理这些诉讼案件也好，非诉讼案件也好，取得证据最难。虽然我们国家的律师法有规定，律师有权进行调查取证，但是呢没有公权力，就是警察不来，他怕警察叔叔。检察官不来，他怕检察官，所以但是现在呢，我们法律规定了一个非常能够支持律师的，就是律师向法院申请调查令，法院给出具一个盖着法院公章的红印的调查令，这个时候，对方一般被调查的机构就予以配合了，所以现在有了很多的好的了。我为了这个取证，你看谭松韵。他妈妈被撞了以后呢，这个肇事的司机，他本身是在歌厅喝了酒，又到了餐厅去吃什么小龙虾结果在那喝酒，他呢始终不承认他喝多了醉驾，他撞得非常厉害，他说他没喝那么多，就喝2杯酒。为了取得这个第一手的证据，我带了3个助理，4个人摆成一桌，然后到那点了几个菜，就直接想喝酒，说点酒。我们说点2瓶，结果服务员来了，因为我们在那个录像已经看到那个服务员，那个老太太就这个服务员，所以我们说就有意的跟他调侃，为了取证，你们来1箱吧。我说不能，啤酒来1箱也不行啊，你们前2天过年夜，一个在你们这喝了酒，只喝了2杯，出去就酒驾，把别人撞死了还跑都不知道。他不对，我可以告诉你，他进来的时候就已经摇摇晃晃醉酒了，所以呢根本不是那么回事。我们赶快录下了他的声音。哇，还有情景剧，哇，酷！套路。所以呢，像这一类的取证是很难的。另外呢，这个司机从喝了酒的位置，从大街小巷加快速度把人给怼了。那么他这个路线上究竟速度有多快？车上有没有副驾坐没坐人？因为按照我们的道路交通法规，副驾如果也在醉酒的人在开车，你有责任的。你有责任，对，所以呢，你又逃逸了。逃逸的时候有几个人？我们想查清这个事实，就沿途走了5遍。拿着我们的手机和摄像机在那一个一个拍，就沿途的那个商店人家都有监控器。我们一共查了90多个，将近100个监控，都可以证明这台车当时是怎么行驶的，车上有什么状况，最后撞人的时候司机的状态怎么样。所以这些取证都是需要用心和用体力、用脑力去劳动的。所以最后这个结果呢，倒还是不错，因为他最后被认定为酒驾，酒驾呢3年以上，7年以下。最后这个人呢，他虽然检察机关认定他有自首情节，但是仍然判了
6年，那就3到7年比较高了，赔了102万的损害赔偿，这就是最后的结果。潘松韵同学呢就没有再上诉，也没有再提起抗诉，原因我们节省司法资源。张律师，我能问一个问题，就是说您当然是代表的是说有理的那一方，如果律师不是也要代表恶人那一方吗？那个时候是个什么心态？你明明知道这个人就是个败类，然后呢，但是你还得他经常带领，你还得让他。这个人类啊，他总有好中坏，好多类啊。但是这个坏呢，也只是在某一件事上，他一念之差，可能就触犯了刑律。但是呢，当一个死刑犯，他可能要被判处死刑时，你为他来争取整个调查量刑阶段中合法权益，给他维护，也是你的贡献。其实各位想一想啊，这里面有一个公权力和一个私权力制衡的问题。公检法司他有权利抓人、审讯、提起公诉，那国家的公权力它总要有一个制衡吧？这个制衡的人是谁呢？就是律师。当我们说这个人是坏人的时候，谁来判断他是不是坏人？他坏到什么程度，承担什么样的刑罚，这一定是要通过什么呀？检察院和律师之间的欲辩欲明，不辩不明。对，要经历这个过程。这个里面呢，就有一个罪罚相当，就是你啊有这个罪，该判刑，但是呢判不要过了，既不要轻，也不要重，所以呢罪罚相当，才能真正的教育别人，以后呢减少或者呢制止犯罪。有时候合情但是不合法，有的时候合法却不合情，也会有这样的。是的，情与法之间还是有差别的。就是律师要对解释法律、适用这个法律的过程当中，他应该会掌握这个度，他有可能会让这个判决会显得稍微温暖一点，就是带一点人性的东西会在里面。就是律师要把握这个。这么多年的这个律师生涯，有没有让你特别感动的一个案件啊？山西的一个26岁的小伙子，从老家带上干粮，满怀信心的进北京北漂来了。家里贫穷，从老区山里面来，他家里是一个精神病史的家族史的人，他也有间歇性精神病，他的父亲还在精神病状态中，他母亲不在了，就这么一个儿子。结果呢，从北京西客站爬到那个列车顶上，列车上都是高压线，把自己打摔到地上，手指头打断了，没有钱打官司。最后当地的律师给他推荐到我那儿，怎么救治，怎么给予一些抚恤金。所以最后这个案子虽然说铁路给了一些赔偿，但这个赔偿不足以能够使他继续生活下去。主审法官跟我一了解这个案情以后，运用了当时的法律法规和政策，咱们两个一拍即合，直接去了山西，到那儿跟当地的民政部门和他的一些红十字会这样的救助部门介绍了他家的病史，给他安抚好。这个人后来精神病治疗相对稳定以后，来北京还打过工，年年都会来送一些小米表示感谢。为这些弱势或者为误解，你去做辩解、辩护，去代理，用法律的正义，让我们社会上更多的人，普通的百姓感受着我们社会的温暖。哦，厉害厉害！我是有一个问题想咨询一下两位律师啊。就前段时间我演了一个电视剧，我在里面和我的老婆，然后我们开了一个烟花公司，然后我是法人。我们两人要签离婚协议的时候，烟花厂爆炸了。喂，怎么了？烟花厂炸了。我们两个人当时是没有签，那我们如果是都签了字，然后这个烟花厂爆炸，那是我们夫妻要共同承担这个后果吗？还是依然是法人来承担这个后果？好，那即使签了离婚协议书，烟花厂爆炸也会成为夫妻共同债务。为什么这么说呢？离婚协议书只在您去民政局办完离婚证发到您手里那一刻才生效。但是呢，我要补充一句哦，这个场景到明年可能有一定变化。明年1月1号是我们国家新民法典实施之日。新民法典，在座各位朋友有没有听说一个热门话题叫离婚冷静期30天？对，有听过吗？有。那个离婚冷静期30天的意思就是说，
如果你们俩同意离婚了，哎，明白了，大张伟是吧？我不明白这事儿，我只是听明白这个事儿。你为什么明白？我听明白。你为什么要明白？我有病，我接什么话？那个层面是这样的，就是说两个人有可能当时就是因为一股气儿，需要30天冷静一下，最后再第2次确认，是不是有这个意思？对，就是这意思。这个地方我要说一下，明年1月1号实施的民法典中关于婚姻的离婚，你像刚才大张伟说的，不能高兴太早了，不能高兴太早。首先离婚，我有什么可高兴的？我高兴的太早了。那你去接这个话干什么？啊，你去了解这干什么？但冷静期之后还不会给你发离婚证，还有30天决策期。决策期，这是60天，你才能拿到。他受益最多的是对于家里有孩子的未成年的，这样受益最高。那这个离婚有冷静期，结婚有冷静期，结婚有冲动期，就俩人一冲动说，哎，我明天跟你去领证去，等等，且慢，再想30天，两个人在一起要1辈子啊，离婚的时候要60天。你就是因为想太多，永远找不着女朋友。其实呢，我们要说为什么结婚没有设法律上的冷静期，原因呢，你本来就该一直冷静。结婚本身就应该冷静的做决定。对。我倒是有一个问题想咨询一下，就是我有一个朋友啊，他是因为呢拒交物业费啊，被物业给停水了，然后呢他就挺生气的，他觉得是因为这个物业没有做到该做的相应的服务，所以他才拒交物业费的。那这种物业的行为构不构成违法？现在的新的民法典专门列明了，不能停水，不能停电，不能停暖，不能停热水。我们说物业提供的服务在什么地方表现呢？应该是在绿化、小区的公共的道路和安保，这些都是属于他管的。但是这里面呢，新的民法典再次给了我们更多的权利，比如说电梯上的广告位，车库里的公共车位，大门口的广告。还有呢，一些公共区域的，对，业主可以分账。对，不是这个，不是，就是说就想到钱了。各位听着点，哇，你白交钱了，我才知道小区的广告位是可以收可以收费的。就你到电梯里面后面投影啪啪啪都是收费的。我给他介绍广告位，我可以不交物业费吗？你给他自己做广告。这样的如果业主受到了侵权怎么办呢？在这个新的民法典中又规定了，可以成立业主委员会，对，而且呢有当地的政府有关部门还有街道办来呢批准协助你成立。成立以后，这就是最高决策机构，可以选择不同的物业公司，还可以呢不要物业公司，我自己自治。所以现在的民法典给了我们业主很大的权益。哇，这个挺好玩。当然，民法典中也说到了一条，如果我们没有按时交纳相关的物业费，物业公司也有权利向你来主张，你多次催缴不缴的，可以提起诉讼。很多人的误区觉得你的服务没服务好，你的这个卫生没搞好，我呢就不交费。交费是按照合同来履行的，但是不可以用他的过来抵你不交费的这种违约行为。我也有一个朋友自己创业，然后他要租一个商铺，结果呢，有一个中介就跟他说，你在我这儿租房子，我的佣金可以返给你1半然后呢，他呢就在口头跟他有一个承诺，然后简单的签了一个纸条。可是呢，等他真正的跟房主签押一付二的时候，这个人就把钱拿走了，不见了。就如果就找到了这个人，那么有简单的这个口头和这票据的这样的一个证明，能不能找到他，把这个损失再追回来？这个问题呢，其实复杂在收你朋友钱的这个人是以什么身份、什么样的情况下来收的？是中介的推销。那这个行为可以向中介公司来主张权利，可以去法院去起诉。这里面可能有一个经常忽略掉的，有没有借条，有没有还款日期，有没有借款的使用用途，这都非常重要。这是第一个问题，民事上的问题。
第二个问题呢，刑事上的问题，如果他把你这个钱拿过来是骗取你这个钱，那就有犯罪的诈骗。对呀，这个时候你还可以呢，根据数额大小向公安机关、当地的派出所去控告他。这个我补充一下，我觉得最好以后啊，付任何款项不要给到他个人，打到企业对公账户上。谢谢，朋友，你们听见了吗？这里面呢还有一个好的消息，就是现在我们全国各地政府有了一个96110，这个96110是个什么电话呢？政府新设置的，是我们身边服务和保证你不被骗钱的防诈骗的一个好帮手。你可以打电话进去咨询，所以我们大家都要了解96110。太好了。我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大家应该都不敢找律师借钱吧？谁找律师借钱？他想不还的话，那他就比较难了。就是你找律师借钱，你一定要想好，肯定要还的。就是说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特别厉害的骗子把律师给骗了，是不是？哎有，也是有，你看看。还有一个问题啊，比如说我们的手机，当你刚准备装修的时候，你会有无数装修公司给你打电话。对。像这个，我们应该找谁去申诉？其实这个关于新民法典专门规定了相关的内容，它涉及到个人隐私权。我们这次新民法典规定的可特别完善哦，它讲了叫隐私空间、隐私信息，我们手机号属于隐私信息，隐私活动，像一博经常搞个活动，还有隐私部位，这4大隐私都神圣不可侵犯。如果你侵犯了别人，那么你都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比如说，你到房产销售部门，你登记手机号，那么最大的嫌疑应该是他，对吧？那我们可以从民事上呢，给他发律师函，对对方有一个震慑。有的那种偷拍的那帮人，然后你没有想公布一个消息或者怎么样，他们就给你拍了，然后他们告诉他们有让大家八卦的权利，这种算什么？绝对是侵犯个人隐私。这里边有一个界定，就是我们现在一些跟着你啪一拍，大张伟跟一个小女孩在哪儿？如果你在咱们湖南台的大门口没问题，原因是什么？那是公共场所。如果你在家里院子里，你在楼上，对方来拍你，就拍酒店，比如酒店房间都不可以啊，这都不可以，因为没有得到你的允许。拍出来的照片如果拿出来，属于侵犯隐私。就连警察执法非常严格，出示你的驾驶照，他都不会把手伸到玻璃里边。对。进了汽车以后才坐到一起，知道吗？前锋什么？别在街上就跟人牵手。侵害隐私权，我总结其实是3大法律责任。第一是民事责任，你要停止侵害，赔你道歉，要赔偿。第二叫行政处罚责任，违反了治安管理处罚法，严重的怎么样？行政拘留。第3个最严重的就是刑事责任，构成犯罪了，那可能就要判处有期徒刑了。现在如果在外面贩卖、盗窃别人的私人个人信息，达到200到400条。就可以直接追究刑事责任。对，3大责任都有可能涉及。哎呀，你发现没？你们4个人真是运气太好了。学习到了很多知识，而且免费。律师好像说话都要收钱吗？分钟。律师是这里放个小闹钟啊，说今儿聊多长时间，1个小时，调1个小时。韩哥，你那夸张了。我们是这样的，客户一咨询，说着一看要过时间了，我就这样。哎呀，你看是吧？几点了？哎，提醒你时间要到。哦，不是小闹钟。另外呢，我们还看人，像你们这些帅哥，挣钱多的来了，那闹钟就给他影响了。人家换一个比较朴素的人进来了，你看，包括我们一些农民工讨工资，我们是免费的，你再长时间我们都不要钱。真棒。对。所以你看，我们这个律所有最厉害的2位金牌律师作为指导老师，但是想要当他们的学生没那么简单啊！大家必须要通过一些测验，看看你们的法律素质如何。接下来我们进行新手律师热点案例大考验。热点案例大考验，4位实习律师在听完案情介绍后，必须首先举牌给出判断是否合法，之后逐一陈述自己的选择理由，再由2位大律师给出正确答案和解读。张三的女友和母亲同时落河，2人都不会游泳。张三救了女友，没有来得及救妈妈，就问张三是否构成犯罪。我前2天遇到一个问题，钱枫跟王一博掉在水里啊，他们问我先救谁？真的有这样的问题啊？真的就问了我说先救王一博。哦，为什么呢？因为我救不动钱枫。
我要去救他的话，有可能我俩都淹死了，王一博有可能也救不上来。峰哥已经进入了深海里，然后我是可以自己浮起来的。好，是否构成犯罪？3、2、1，请亮牌。我们天天兄弟3个人都认为这个张三他犯了罪，而我们的小李同学认为不构成犯罪。因为我觉得这妈妈和女友都是生命嘛，就是说在那一瞬间不容得你去用理智去想了。如果你在脑子里还要想我先救谁，说不定两个人因为时间的问题都死了。你可能就是做回你下意识的判断，所以他救上了女友，没有救妈妈。我觉得应该不算是这个犯罪啊。对。我是觉得妈妈是直系亲属。有血缘关系，有这一层关系可能从法律层面，他非要认定的话，我觉得应该是有这么一层关系。那如果刚才问题反过来，他救了妈妈没救女友，请问构成犯罪吗？就不要让他们2个人一起出去嘛，婆媳关系多难搞。就是让妈妈跟女友同时在河边散步，就是犯罪。对。好，来，王一博同学，你也认为？我跟峰哥的观点是一样的，是不是？就是有直系亲属这么一层关系。就是如果一定要构成犯罪的话，我深深的认为，就是说人家感性的时候跟人讲道理就是不对的，甭管犯不犯罪，没救谁，自个儿都觉得自个儿这罪过不去，都会恨自己一辈子。这个要听听解答。到底是犯罪还是不犯罪？这个题啊，实际上是在近几年里啊，连律师的司法考试的律考都有这么一题。所以这个题呢，作为张三跟女友的关系，在落水后，他有道义上应该救。母亲呢，跟他呢是有法律上的义务要去救，因为呢，我们的婚姻法中对于子女有赡养父母的义务，你看，这是法定义务。那么这2个人如果同时落水，同样的环境，同样的神智，这种情况下，如果救女友不救母亲，而且母亲身亡，是构成犯罪的，而且是比较严重的犯罪。但如果说女友最近瞬间我就看到她了，我赶快把她救上来，她会减轻这种罪罚的。如果这个女友她跟母亲2个吵架，我在中间拉，说别吵了，结果一屁股给女友撞到水里去了，他母亲又去拉，没拉住，2人都落水了。这个时候，张三对女友是有过错的。如果他是先救了女友，而且母亲没有救上来死了，这种情况下，他可以免于处罚的，因为呢，他这个时候对女友的落水，他负有相应的法律责任了。怎么落的水很重要，一个是道义上的，一个是呢法律上的，所以呢法律上的责任和道义上的责任相比较，法律上的责任要重。既然讨论到这种深度了，我想再咨询一下，比如说张三是看着妈妈把女友推下水，那我目睹了一起这样的事情的经过，我应该先救谁？他母亲下去了没有？下去了。这种情况下就要看他母亲是不是故意犯罪。如果正在故意犯罪，他要制止这种犯罪，赶快救被害人。如果仅是一时兴起把他推下去了，还是要先救母亲。还是看他妈妈的主观恶意是个什么情况。反正就是别带母亲跟女朋友到河边去，小区都不要买在河边。所以呢，这道题啊，就得看当时的具体情况。对，具体情况，大家回去都背出来啊，一条一条怎么解决。我是之前看过一个案件，就是一个大学生救了一个小学生，结果这个大学生就溺水身亡了。然后呢，很多人就说嘛，你一个大学生，因为国家培养了一个大学生，花了很多的精力，那么你去救一个小学生，结果你身亡了，这样子会有一些不值啊。我觉得这种看法，两位律师怎么看？这种看法我不太认同哈。我们把刚才这个问题极端化。如果一个婴儿和一个大学生生命摆在您面前，难道我们救大学生他的价值就更高吗？不见得。不管国家培养他们俩耗费的资源有何不同，从法律上来说呀，人人出生啊是平等的，人格是平等的，生命也是等价的。没错。
我们大学生这种见义勇为是应该弘扬的，应该提倡的。而且呢，我们的社会应该对这样的人、这样的事给予鼓励，但不因此来评价他谁的生命值钱，谁该死，谁不该死。见人就要救。好，我们接下来看看案例2啊，案例2来。张三抢了李四的项链，跑了50米后，觉得项链不值钱，又丢还给了李四。请问张三是否构成犯罪？那这肯定是犯罪。张三他没救妈妈，不是已经被抓出来了吗？哎，对啊，怎么这么快就放出来了呢？李四会心里非常不开心，等于说被劫匪嫌弃自个儿一看假的破玩意儿，然后拿走。但是他已经构成，他肯定得构成啊，因为你抢人东西了。对，他是犯罪意识已经成立了，而且还嫌弃，而且行动了，嫌弃别人穷，这种更不对，讨厌，嫌贫爱富，对，罪加一等。对4位的答案呢，不能够简单的说对或者不对，因为这个题呢，它没有说的非常细。哎呦，它不是抢劫，它是抢夺。抢夺跟抢劫一字之差，差在哪儿呢？趁人不备，咵拿着就跑，这叫抢夺。抢劫呢，逼迫。王主任，把手表给我，不给我，掏出一把刀来，不给我我就请你喝茶。它叫恐吓、震慑，别人受到威胁，把东西交给你，这个呢叫抢劫啊。那么这个构不构成抢夺，又怎么界定呢？是把别人的东西趁人不备夺到手里之后，这个财产啊要失去了控制。就我拿了王主任的手机，王主任已经抢不到了，拿不回来了，这个时候抢夺罪构成。如果拿着我在跑，还在这个过程中给他制服了，还不构成抢夺犯罪。那我抢着玩儿，但是他的项链夺过来，他跑的过程中他是分不出来好劣的，他一定是停下来了看一下，这个时候他实际上已经有支配权了，我可以扔，我可以藏，这个所有人权利人已经失去控制了，这种就是抢夺罪已构成。所以刚才这个案例应该4位都答对了。构成抢夺明白了。就是说，如果抢夺的时候，后边那个人追上你了，把东西又夺走了，就不算抢夺。哎，这里面你看，大张伟经常能够出一些很热的思路。有这么一个例子，一个年轻的学生放学后到了网吧去打游戏，旁边一个小偷拎起包就准备跑，他追上他回头一看，包丢了，从盗窃到追跑成了抢夺了。那个小偷躲在一个门角上没找到，这个时候控制权就没有，管不到了，这个时候抢夺也构成了。结果呢，他回头一看，在这儿就上来还我的包，他顺手又掏出一把刀，把电脑给我留下，你走开。抢劫了，变成抢劫了。那这个时候那个人如果武功特别高强，一下把他刀打掉了之后，既拿回电脑包，还拿了他的包。刚刚那个说我的项链是假的，你的项链是真的，反抢赚了就，你又抢夺他了。你看，王主任就是我们律师界资深律师之一，就是他的犯罪是动态的，对，就不是说定性在一个程度上这种的犯罪的构成和故意，最后的性质的定性，最后定罪是有个演变。你掏我钱包，我拿你 iPhone 6，哎，形成了交易。来，我们来看看第3题。哎，来啊，张三又来了。来，张三真背啊。张三将自己所有的财产都给了儿子，之后身患重病，无力负担生活费和医药费，于是向女儿索要赡养费。张三的诉求是否合法？哎，这个问题真的是很气人，因为很多民生类的都电视里头经常演这种事儿。张三的这个诉求是否合法？管自个儿孩子要钱这事儿合法不合法是吧？合法吧？合法，也抚养长大，我觉得不管是儿子和女儿，把他应该是合法的。哎呦，大张伟在这个问题上面纠结了。哎，对我不能支持这种想法即使他合法，我也不认为是对的。儿女有抚养父母的这个责任、义务，我否，I'm否，对。因为你之前有这个能力，然后呢给了人家，然后你又马上转脸就管别人要钱，这个是不合法的。
听起来好像有道理啊。对，因为刚才说了有细节上的这些不一样的纠纷啊。哎，我听到这儿的时候，我特别有一种感觉，我觉得他们一下功力大涨。绝对。有没有发现他们现在分析问题的深度比刚才要透彻？法治观念强了，法律知识多了，可以做一个普法宣传员了。对。好，小李，你认为合法？我认为合法，因为我觉得即使可能父亲把钱给了儿子，但是女儿也同样，父亲也抚养他长大嘛。作为女儿的，也有他的义务去抚养老人啊。我觉得可能在道德上，这个女儿怎么样也好，但是在法律层面，她肯定是有义务去抚养自己的父母。你看又进了一步，有道德层面和法律层面，考虑的非常周全了，都有了。对。好，来王一宝，王律。我也这么觉得，我也这么觉得。哎呀，我真的是问错人了啊！不是，您下回先问王一博，对。但是王一博肯定也会说，我的观点跟等一下峰哥的观点是一样的。他只要有峰哥在，还得等一下，等一下啊。好，我这个问题给大家解答一下啊。大家不要以为这是纸上探讨的一个案例，在王律师的办公室里经常发生这种事儿，我就听说过、看见过。就是当我坐在法庭上哈，我问对方说你有什么权利和理由不养父母的时候，总有人会站起来说：“那王律师，我爸爸说把他那套房给我弟弟了呀，那既然都给我弟弟了，我什么没捞着，凭什么他不养让我养啊？”所以在诉讼当事人双方，他觉得这是很合理合法的。但是呢，不管是老的婚姻法还是我们现在新的民法典，他把这个当做两件事儿。甭管这个老人喜欢哪个子女，给到哪个子女，那任何一个子女对我们父母都有法定的赡养义务。咱们可以说的极端一点哈，这老人啊，他觉得保姆对自己特别好，最后他写了个遗嘱，把自己全部财产留给保姆了。在这种极端的情况下，那你作为子女哈，老人如果没有能力照顾自己，如果患病，那么他都可以要求子女来赡养他，并且可以起诉到法院，要求子女支付他赡养费。那有的时候呢，我们还会遇到客户问我说：“王律师，我爸我妈很早就离婚了，现在我跟我爸都20年没往来了，突然有一天跑过来找我说，女儿，你得给我赡养费啊，这个我很难接受。”哎，你们觉得这种情况下还需不需要给离婚多年没有往来的爸爸给赡养费呢？我理解反了，因为您一说都是以儿女的角度，我以为是老头糊涂。然后对，因为这父母孩子就应该给父母钱嘛，对。就有人会提出来说，那他都没养我呀，我也没在他身边生活呀，都20年没来往了，凭什么他老了这会儿想起我来了，我就要养他呢？哎，这种事儿我真的我怎么碰见过这么多事儿？我身边有一个人真的是朋友，他跟我一把鼻涕一把眼泪的说的这个事儿。他觉得有时候会觉得委屈，但是他还是给了很多啊，因为毕竟是他爸啊。这其实中国人他有一个由来已久的观念啊，就是养儿防老。是养儿防老，他就是这个。你看我生了你，你是我儿子，甭管怎么样，10年、20年、50年以后，对，我找你，你都必须得养我。对，因为我养了你，我生了你。那这种情况下，其实从法律的层面上来讲哈，即便是父母离婚了，这孩子呢没有跟爸爸一起生活，但爸爸岁数大了生活困难了，你仍然要赡养他。也就是说，我们法律上子女对父母的赡养义务，它不是以父母养没养你为前提，也不是以父母有没有把财产送给你为前提，这一点咱们需要肯定。另外，我们最近网络上讨论的比较多的还有一个叫伏地魔的词儿。什么叫伏地魔？伏地魔是个特时尚、特新鲜的词儿，而且主要是针对的90后。你看，眼神里透露了一种不屑，说特别时尚90后，然后看着怎么完之后，我们特别厚啊，特别厚。那他什么意思？他就说，如果有一天爸爸妈妈觉得养老二困难，上面有姐姐有哥哥已经参加工作有收入了，能不能要求哥哥姐姐去抚养下面的小妹妹小弟弟？你们判断一下。哎，少生孩子多种树。不是，好像有这样的案例，就是姐姐放弃什么读大学的机会，然后出去打工来养活弟弟。按照咱们现在的新民法典规定哈，他把这个兄弟姐妹之间的抚养和赡养义务进一步扩大了。爸爸妈妈如果生活困难患上疾病，养家中老二费劲了，那这个时候成年的兄弟姐妹如果有经济能力的话，你也有义务去照顾下面的小弟弟和小妹妹。有义务，那肯定的。刚才大家讨论的这个问题，其实我们这个立法上有一个非常好的社会效益问题。
就是中国现在已经进入了老龄化。如果我们对老人没有这样的立法和法律上的保护，都可以随意的去遗弃，这个社会的负担就重了。所以你看，中国孟子当时“老吾老其人之老，幼吾幼其人之幼”。你要想到，你也有老的这一天。然后，但是老人也要想自个儿年轻是怎么想的啊？年轻过啊。我们现在啊，每100个公民之间，超过65岁以上的人，一定达到一个非常非常高的比例。对。那随着未来中国发展，我们将多达几亿的银发老人。哎，那您说的这个以后老人多的话，是80后还是哪零后啊？现在进入了60，就是60后进入那个岁数，就变成了最普遍的老人最多的时候。对。哎，得想想给他们写歌了。然后那个市场很大啊！听众的年龄明白了，这个上去了。好，我们接下来来张三又来了，张三特别忙啊。案例4，飞机上，张三借口替剪耳机，将手放在邻座女士李四大腿上90分钟。请问张三是否构成性骚扰？这什么问题啊？为什么放90分钟？李四没反应的吗？因为多1分少1秒都不行，对不对？那我请问李四，这个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呢，还是真实案例当中他一直醒着，没有睡着？那他是自愿的呀。而且他还跟张三还交谈，眉来眼去。哎，这个你们可以发挥你们的想象空间。那构成什么？因为人家那个两情相悦呀，一见钟情。但是有30天的冷静期，没有，我觉得90分钟这个太夸张了，我觉得9秒钟都应该有反应了吧？这个真实案例是，这位女士在下飞机之后，来到当地城市的派出所报警了。好，大家认为构不构成性骚扰？来，3、2、1，构成，这肯定构成。构成。但是90分钟。当时没有做任何的反应，还跟他聊天，是因为惧怕吗？是因为什么原因呢？来，我们首先来问一下王一博。因为如果从刚才的表演中看的话，女方是表现出了很大的拒绝的，就一直在推，所以说我觉得是构成。问题是90分钟都没有推掉吗？这只手，毕竟是女生嘛，可能。那他得扒得多紧啊，半寸的推，都掐进去了，我感觉这是气功，对不对？说动，你要想想看，他在这个飞机上90分钟，飞机上现在一般都是有安保人员的，他可以呼叫乘务员，但是他90分钟都没有按。下了飞机以后，来到了当地派出所，说我被性骚扰了，因为那个男的不帅。钱枫，你认为是构成性骚扰？你同意一博的说法，对不对？对不对？我同意一博的说法，没有，应该是在法律层面上，可能这个90分钟很重要，他可能少1分钟就不构成了，但是多90分钟以上，那应该不是，应该跟90分钟没关系。那他为什么要写90分钟呢？因为航班飞了90分钟。但是我觉得真的是他有很多的方法去解决这个问题，但是那个女孩对，所以那你说是构成还是不构成？出于法律保护女孩这个层面，我觉得应该构成。好，来大张伟，这得看细节，因为手放在女孩的大腿上90分钟，她是借口替剪耳机，所以剪耳机剪了90分钟，所以我觉得是构成的，因为她有借口啊，对啊，有借口肯定两人不认识了。要认识的话，就不用找借口了，帮你剪很正常。所以有构成。我们的女性有的时候会胆子比较小啊，或者因为胆大的，别90分钟2秒就是一个大嘴巴子呼上去了，所以可能就是，我是觉得肯定是构成了犯罪。构成了。好，来2位律师，这个案子呢是一个非常真实的案例，而且呢是近期刚发生的。首先我们说啊，性骚扰是有异性对另外的一方对其反感、不愿意的言谈、举止、图片、文字去骚扰对方。问题是在什么地方？就是在这个女孩当时为什么90分钟不去呼救，或者呢呼叫？她20岁，她可能对法律的了解不多。第二呢，对人生可能出现这旁边这个人坐得这么近，不知道该干什么。一般怎么破这个事儿？如果一个人的手一直在你腿上，你抖腿狂抖，就是那种，你抖得下来吗？怎么人家故意呢？怎么破这个事儿？现在的新的民法典把保护隐私也好，防止这种性骚扰也好，
提出了很多的专门的具体的规定，要求我们的学校、部门、工厂、单位对于性骚扰、被性骚扰的受害人，及时的要报案，及时的呼救。另外呢，要及时的受案，及时的去调查。过去我们有很多员工被上级或者主管被骚扰了，骚扰之后不敢报，因为什么呢？一报给总经理，总经理算了别说了，自己还被开除了。这一系列问题呢，都带来了别人不去主动报案，主动的反抗。所以现在新的民法典规定了如何去加强这方面的调查，加强这方面的包括公安机关的介入。这个我给大家补充个细节，实际上这个在飞机上呢，当时90分钟不能报警的过程当中，这个女孩还是悄悄地干了一些维权的动作。她用自己的手机对着这个部位拍了很多照片。那当时她为什么没有被报警呢？我推测是什么情况？就是刚开始寒暄的时候，可能双方交换了一些，比如说姓名啊、工作单位啊、手机号信息。那么作为女性，她很有可能担心将来被报案以后会不会被打击报复。我们很多女孩啊，在遭受性骚扰的第一反应是恐惧和害怕。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她可能展开了激烈的思想斗争，要不要现在跟空乘说？但是好在她有一个维权的意识，她拍了照片。后来下了飞机以后，她第一时间报警，我们就可以看出来什么呢？就是男性把手放在她大腿上这种亲密的动作，违背了他自身的意愿，只是说基于恐惧，没来得及当时采取一个飞机上的保护措施。对，经过刚才几轮的这个案例的分析，我们4位同学的法律素质已经得到很大的提高了啊。下面我们有请2位律师，就是讨论一下啊，给他们一个评价，以及选人的结果。那我觉得都不错，我是想全部都带走。而且我刚才发现大张伟，我观察了半天，他有一个特质，抗压能力特别强，什么事儿都经历过。就心大的人很适合做律师。他让我想起了大张伟唱的一首歌，叫《天空飘来5个字儿，那都不是事儿》，是吧？但是我呢，主做飞速业务啊，飞速业务有它的要求，我比较看好泽峰和钱枫。刚才我们整个案例梳理的时候，他俩的逻辑思维非常缜密，很缜密。泽峰已经想到了 N 种情况，如果是 A 情况怎么样，有个 B 情况怎么样，有个 C 情况怎么样，是吧？那钱枫同志刚才也是这样，我觉得他想的比较深，他心也宽。根据现在的助理的需要，我选呢大张伟和王一博。大张伟、王一博进入到张律的团队。好，既然大家都已经分好队了，那我们接下来就要进行一场实战练习了。张律和王律呢，给大家准备了一个特别的案例，你们现在呢可以前往自己的会议室去分析一下案例。师兄师姐们呢已经在那里面等你了，你们将会拥有6个小时的提前准备时间，6小时以后进行一场模拟法庭辩论。加油吧，4位实习律师！各位老师好，哎，老师好，小杨老师好，欢迎加入我们的团队。你好，你好，你好，哎，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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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大老师，平身吧，平身吧，平身吧，没有那么严肃啊，来，我们先自我介绍一下，行，我叫刘佳，毕业于华东政法，来自上海。我是来自北京的刘建伟律师，然后毕业于北京大学法学院。我是来自北京的王佳雪律师。我是宋金雷律师，兢兢业业，雷厉风行，是长沙市律师行业的团委副书记。金雷大家好，我是张玉超，我是在澳洲完成的本科和研究生的学习，然后回到国内呢，我参加了司法考试，进入了律师这个行业。啊，太好了，太好了！我是王岩，毕业于清华大学的法学院，现在在北京国风律师事务所呢担任合伙人的职务。那我们先坐下聊，咱们先坐下聊，坐下聊，好，太好了。哎，我们的任务来了，是不是？请峰哥打开案件阅读一下。2个峰哥，请问哪个峰哥打开？说清楚，金字旁的峰还是木字旁的峰？
来，峰哥，谢谢，你来打开，我来打开，看看今天的案件内容。给峰哥啊，好，来，一波，他俩要看这个，说有一个案子啊，这样的啊，一波，来您们来读一下吧。来您念呗啊。甲是某网络直播平台的网红主播，以模仿著名主持人汪涵著称。乙是汪涵的忠实粉丝，丙呢是大某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当乙看到甲的模仿表演时，异常激动，误以为是真的汪涵，便挪用大某公司的财产，疯狂打赏10万元。嚯，这是哪个平台能打10万元？然后呢？事后呢，同事告诉乙，汪涵其实是模仿达人甲，就是在这个直播平台上表演的汪涵，其实是模仿达人甲。乙一气之下，将北京某某有限责任公司与甲告上了法庭，要求返还打赏的财产。丙的公司为挽回损失，也将北京某某有限责任公司和甲作为共同被告提起民事诉讼。丁是甲的粉丝，他证明甲在每次直播开始时都会声明自己是在模仿汪涵。这事儿还不简单吗？这事儿让汪涵本人出来调个解不就完了吗？我去请韩哥。哎呀，不，开玩笑的啊。其实这个事儿很简单嘛，一博是汪涵的忠实粉丝，我不是大某公司的法定，对，您是我就是那公司的人嘛。他挪用我公司的钱给我们韩哥打赏，这不孝敬韩哥这是应该的吗？这个结了，下一个案子。那这样，我把那个图画出来，这样有利于我们案例分析，好不好？我觉得为了保证说他这个甲乙丙丁都绕糊涂了，所以说我们把那个所有的角色扮演进去。那么就是我们一博是作为一个打赏人，大老师是大某公司的法人。接下来呢，我们打赏的这个人我们设定一下，也是本期的嘉宾吧，我们就钱锋老师。钱锋老师汪涵。那我们两个原告是两个瞎子，对不对？他们看不见啊。那我们在这个过程中还有一个，就丁是不是证人是李泽峰，可以对吧？好吧，那我们就一人代表一方。天天向上提醒您稍后看点。刚刚收到了原告的起诉状。我们之前已经说了呀，这是模仿了。法律上并没有对他这种行为进行明确的界定。没有啊，不知道。我目前还在帮你，但是要不回来我就该告你了。你公司的员工挪用了公司的钱，告我们是没有权利的。我怎么没有权利？我什么都没有，我只有的就是权利。我们怎么会把这么大巨额的资金给一个山寨的钱锋老师呢？点头了。天天向上官方合作伙伴猿辅导在线教育，上网课就用猿辅导 APP， 下载即可领取新人特惠课。天天向上，待会儿见。天天向上，现在继续。欢迎回来，这里是由温碧泉冠名播出的《天天向上》，补水就用温碧泉。感谢天天向上官方合作伙伴猿辅导在线教育，上网课就用猿辅导 APP， 下载即可领取新人特惠课。这个案情大家了解了，我们先分析一下这个案件的思路，好不好？其实事实就非常简单，就是打赏。打赏是一博老师打赏给了他误认为是自己偶像的钱锋，打赏错了。其实前2天我就发生过这样一个事儿，我要买把琴，那把琴是假的，后来我就退了那把琴，就完了，这事儿就结束了。有点相像。但是现在他们不同意，所以我们要通过法律的途径把钱要回来。哦，找小法庭啊啊！打赏它是一个什么性质？你觉得他是赠给你的？给啊，送啊。因为他看了甲的表演之后，所以他打赏，他觉得甲演太棒了，我就等于说是买个门票。
我倒觉得不是买个门票，是因为这样子，在直播的过程中呢，不管你给不给钱，直播照常在表演，对不对？我们在这里边，咱们其实提到了一点，就是叫做赠与行为，是吧？赠与。刚才峰哥特别有敏感性的提到了一个点，啊，就是提到了一个，我可能还是一个类似于买卖的一个行为，是吧？你打赏完了以后，我唱了歌给你，是一个报酬。对。你当时唱的是什么歌来着？花花公子，花花公子，花花公子 ，OK， 是我们韩歌唯一的一首并不火的单曲。从今天起，做你的花花公子。从今天起，做你的花花公子，为你花时间，更为你花点心思。太打了。所以首要的任务，我们就要先否认它是一个赠与合同，这样我们就可以善意取得这笔款项。否认。但是对方我能想到，原告他肯定有一个观点，他认为，哎，你模仿汪涵，我是要送给汪涵的。我们之前已经说了呀，这是模仿啊。他可能就会说，哎，我开头没进来，我是中途进来的，我没听到。那我直播的时候有病吗？我随时2秒钟说一次。哎，我说我模仿啊，哎，我模仿。其实打赏就是在送礼物，只不过他送礼物的方式是在直播间送了虚拟礼物。送礼物在法律上是什么呀？是赠与。就是有没有那种什么白纸黑字上面写着打赏就等于赠与？对，这是一个比较新兴的东西，法律上并没有对他这种行为进行明确的界定，说到底是没有啊，是你们认为是赠与啊？对。所以我们要证明说，这个到底他怎么是靠向这个法律上的赠与的。所以就是一博老师的任务就比较重了，因为一博老师是当事人，我就是坚持认为我是要送给汪涵的，结果送错人了，我不是为了来看你表演的。对，寄快递寄错了，他还得给我推那边去呢，对不对？对。大老师这个一抓这个点非常的精准哈，那在我们法律上的专业名词叫重大误解。所以今天呢，就是我们整个的案件思路，那就是赠与和重大误解2点。对。我要打断大家一下，我们刚刚收到了原告的起诉状。诉讼请求呢，他们有2项。第一项呢，就是说，哎，他们果然就认为咱们这个是一个赠与合同，他们想让这个赠与合同呢就被撤销掉。第二个请求呢是让咱们把这钱返回去，返10万块钱，他打赏了多少，他就要返回去多少。不可能。这个事儿我建议咱们可以看一看证据，证据对哪一方有利，这个很重要。哇，什么时候的你？哎，这是什么时候的你？哎，好眼熟啊，这个。啊，你看看汪涵，他还是少了那个3点水的那个，还是挺明显的啊。对。知名歌手，这难道看不出来吗？韩歌知名主持人，这上面是知名歌手，这已经不成立了。对，不能构成混淆，对吧？就算误解，他也是自己的重大过失。对，而且他还是忠实粉丝，假粉丝，要不就是。好，我们来是看一下啊，今天带给我们哪些证据？有一个表。我们看第3个吧，前锋直播间注册名称截图。他房间叫什么名啊？他房间叫汪涵，他跟那个汪涵老师他是没有这3个点。我明白，这就跟那卖那个盗版饮料是一个意思吗？就他用一个极词近似这个本人的姓名，就是他有这个主观故意。哎，这个很关键哦，这个我们要看一下时间。7点半。因为他在开始的时候他是有提示的，告诉大家说我们这个是汪涵模仿，可是我们要知道很多人中途进的，我们在这个进的过程中没有任何提示了。然后这个问题我觉得一博老师一定要说，就是您从进入直播间之后到结束看了1个多小时的直播，他都没有提示您，这您在庭审上要说出来。好啊，我要说话了是吗？不是你要钱吗？你是原告啊。
你不是要回来我公司就亏了，你挪的是我的账，是不是跟我一块收吗？是我目前还在帮你，但是要不回来我就该告你了。是这个道理，是这个道理，是这个道理。我补充一点，就是为什么我们现在就是不想承认它是个赠与，而是一个服务的买卖这么一个合同性质呢？是因为赠与它不适用善意取得。对，我们现在就想说，我们是善意的一方，不管你从哪儿得来这笔钱，我们是不知情的。但这里有点张力，就是我们是看得到他打赏，这个王一博送了条火箭，然后还要感谢博哥，感谢博哥的大火箭，感谢博哥，大家点点关注。你看，人家以为你是韩哥，就是他不知道啊。但是我不知道，你没有打赏的时候，哦，他打赏的时候，我看到他好像还写了，韩哥。这点可以被他们抓住是吧？但当时滚屏那么快，我看不见，我在用心的为你表演。接下来我们会猜对方会说哪些点。那现在如果你们是平台和表演者，你现在不想把这个钱返还给我们，那你会怎么说呢？不知道。就是类似应该，然后我觉得，我也不知道他们会说什么。因为我们都是讲理的人，我们对狡辩的人从来没有任何的那种不去想他们。你们两个开过庭吗？没有。哦，我以前去过一回啊，对，就在那坐着，我也没说话，都是别人在说话，啊。好，那就你们说就行了，等会儿是吧？那不行，那不是。我觉得我们最后再说一下庭审小技巧吧，因为两位老师都是对，就是法官和被告可能有时候会问你一些问题，就不知道怎么回答的时候，你就给我们使个眼色，然后就让我们律师来回答就好了。好。然后就比如说，你觉得对方说的再精彩、再有道理，就不用鼓掌，都不用点头。你赢了，大哥，杠我输了这杠。我觉得可以经常摇头。他不会说的很有节奏感吗？他说的很有节奏感，咱们就跟着一块儿来。那我们就是想一下我们的队名，喊个口号。我们就用两位老师名字的第一个字组起来。那我们得把那个各位加一块儿，溜溜王，我们就叫溜溜大王。那我们1、2、3，来。好，来，溜溜大王，王小姐。对，咱们一起喊个口号：乘风向上，专业抬杠，比赛。Yes， 走。各位，本庭由审判员汪涵担任审判长，审判员王芳、审判员张启怀组成合议庭，适用普通程序进行审理。下面开始庭审调查。首先呢，由原告宣读诉状。我是原告王一博，我要告被告一钱枫和被告二某某公司有限公司。我通过热门直播推荐进入了被告一的直播间，我误认为是我崇拜的汪涵。我用我公司的钱向主播打赏了价值10万元。我的请求事项是：第一，依法撤销我与钱枫及某大有限公司之间的赠与合同；第二，依法判令二被告按原比例返还我赠与二被告的10万元。我的上诉呢，基本上跟我原告一是一模一样的。对，原告一已经说了，他说是挪用公司的钱向主播打了10万元，我就是那个公司老板，所以说这个钱我必须要回来，不然我就开始告他了。所以说我们希望尽快解决这个问题，好吗？谢谢。好的，下面由被告一和被告二分别答辩。尊敬的审判长，本人在某某平台的直播过程中，从未自称本人就是知名主持人汪涵，并且多次告知观众，这是在模仿知名主持人汪涵进行表演，
打赏行为也不应被认定为赠与行为。综上，恳请人民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对原告2的答辩，该公司根本就不是本案的适格原告，你公司的员工挪用了公司的钱，你找公司的员工返还呀，你告我们是没有权利的。答辩完毕。原告2你就没有权利去告人家，你就只能问原告1要钱。我怎么没有权利？我什么都没有，我只有的就是权利。然后因为我现在可以跟人抬杠了吗？不，我可以。因为我们公司的名字本身就叫汪洋大海，就是汪涵哥在我们公司激励了我们公司的成长，是我们公司的一片热忱，是一片爱，只不过是错付了爱而已。你们要对得起我们，要对得起我们。接下来举证质证环节。好，下面进入到原被告双方就庭前已经交换的证据进行质证环节。好，尊敬的审判长，我们需要提供的证据呢，第一份呢，钱枫代言的辣条照片，证明呢，钱枫曾经以汪涵的名义代言某辣条产品，这就是意欲啊与汪涵代言的行为进行混淆。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关联性有异议。钱枫以艺名汪涵的名义代言过某辣条，但是和直播模仿秀之间是没有任何关系的。还有3呢，就是钱枫直播间注册名称截图，证明呢，钱枫的直播间不是以钱枫命名，而是以汪涵命名。对，你看看，证明啊，钱枫主观上有假冒汪涵的故意。少了那个3点水的那个牌，上面是知名歌手，这已经不成立了。您这个点不能构成混淆，对吧？我们认可证据3的真实性和合法性，但是不认可其关联性。从这张截图上我们可以看出，王一博是从直播推荐进入直播间，但这只是他进入直播间的一种方式，并不阻碍他去查看主播的主页以及其他个人信息。被告1说的非常对，但是你们公司有一个非常大的问题，你看。这个只有汪涵的主播的照片是一个模仿的照片，引人误读。旁边其他主播直播中都是小狗、塑料袋，还有这种图，就说明你们只推的就是让别人让人误以为他就是涵哥，他就是汪涵。清楚了，其实这个涵字跟汪涵的涵字，一眼就能认出来区别。还有这张呢，我们可以看到清晰的看到，我们在进入直播间前没打赏时是没关注的，没有关注啊。那我们是打赏完再关注的，所以啊，证明我们是偶然刷到而误以为是汪峰是谁？怒放的生命。你要飞得更高吗？现在我有点倦了，哎呦，我能模仿的人挺多的。对于证据6，我们也是承认它的真实性和合法性，但不承认它的关联性。王一博向钱枫打赏了1000架火箭，但是该证据不能证明王一博已经陷入了错误的认识，把钱枫的模仿秀当成了汪涵老师。主播和平台都无法洞察王一博的打赏动机，也没有义务去洞察他的动机。我们可以看到直播截图，我们可以看到原告说啊有唱的真像这句话。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当晚的直播人数10分的多。那么刚才大老师也说了，我们这个弹幕刷过去特别的快，我们王一博不可能会看见这个唱的真像这句话。然后如果说只有弹幕上说有唱的真像这句话，没有钱枫本人的解释。点头了，点头了，点头了。哦，你觉得对方说的再精彩、再有道理，就都不要点头。你赢了，你认同了我们的观点。我们的第5份证据呢，就是证人李泽峰的一个证言。传证人到庭，已经在庭上了啊，证人已经到啊，各位这是证人啊，就你作证的内容给大家陈述一下。我是一个证人啊，同样也是一个粉丝，终于见到本人了，很开心。
欣赏，就是我是我自己的一些内心话，我不知道，因为我有点紧张，我也不知道该说。没关系，说瞎话都有没有说完？还有后面的话要说吗？王一博在送给钱枫老师的这个礼物的时候，我当时也看到了，而且当时我还看到了，峰哥表现了他的回馈了他的表演啊，一首《花花公子》这首歌啊，所以我也是看到了，而且很精彩，很难忘。我想问一下那个证人，当天是在全程观看钱枫老师的直播吗？全程。那么在整个直播开始的这个过程中，你有没有看到王一博刷礼物？我看到了，我看到了。刷礼物的时候，我们钱枫老师有没有对王一博解释说我不是汪涵？因为这个整个这个直播都有没有？你只要回答我有还是没有。因为我只看到了。你只要回答我有还是没有。因为在我们进去之前都知道。证人就回答就是你只要回答有还是没有。对，你只要说有没有啊？有还是没有？有还是没有？有还是没有？因为当时滚屏都比较快，我也没有注意到到底他有没有说还是没有说。那就是没有注意到，但是你不能对这个问题确定有还是没有，对不对？那我没有注意到，没有注意到。好的。而且他帮着咱们回答了一个问题，他说当然滚屏非常快，然后就像对方说的其中一个证据，说我们有人说唱的真像，有很多人提，那么滚屏那么快，其实我们出于我们这边的爱是看不见那个滚屏的。那我也看不见王一博说，那个汪涵老师，我特别喜欢你，我也没看见。好了，现在我们进行法庭辩论。天天向上提醒您稍后看点。我们怎么会把这么大巨额的资金给一个山寨的钱枫老师呢？我是付出了劳动的，根本不是因为你唱歌有多好或怎么样才打赏的。其实打赏不是赠与，我们这儿打赏就是一种购买行为，当然是有对价歌的价格是多少钱？是下所有的购买行为是有对价的。被告一的回答与本案无关。天天向上官方合作伙伴猿辅导在线教育，上网课就用猿辅导 APP， 下载即可领取新人特惠课。天天向上，待会儿见。天天向上，现在继续。欢迎回来，这里是由温碧泉冠名播出的《天天向上》，补水就用温碧泉。好了，现在我们进行法庭辩论。本庭总结本案焦点争议如下：原告王一博打赏被告的行为呢，是否属于赠与合同关系？如果属于赠与合同，是否可以予以撤销？以下辩论围绕本庭总结的争议焦点展开。我们接下来请原告发表你的辩论意见。好的，我觉得首先需要明确一个问题，也就是合同的成立不一定是非要签订书面合同的。它有可能是口头的，也可能是事实的合同。举一个例子啊，大家可能都会看到过求婚的一个场景，一个长相帅气的小伙向他心仪已久的姑娘要求婚，单膝下跪，伸出了亮闪闪的钻戒。那只要是这个姑娘伸出手接受了，那么这个赠与就已经完成了。没有任何一个男士会从口袋里边再掏出一张赠与合同，跟他说：“亲爱的，把这个赠与合同再签一下。”所以说，我们这个案件中也是这样的一个情形。王一博在直播的时候打赏了礼物，直播间的管理员表示了接受和感谢，那么这个赠与合同就已经成立了。所以我们认为，在本案中的这个打赏一定是一个赠与合同的性质。好。我想对第一个争议焦点先做一个回复。首先，我们认为这是一个消费行为，不是一个赠与行为。钱枫是有了精彩的表演之后，王一博很满意，王一博才有了后续的打赏行为。我是付出了劳动的，这是一种你付款我服务的简单的服务合同关系，并不是原告诉讼请求中的赠与关系。我们再看一下赠与合同什么情况下可以撤销。合同法第192条规定，赠与合同以下情况可以撤销：第一，赠与严重侵害赠与人或者赠与人的近亲属，请问侵害了他的近亲属的权利吗？第二，对于赠与人有抚养义务而不履行的，请问有不履行吗？第三，不履行赠与合同的义务的，在这个案件中也没有附随的义务，所以就算定性为赠与合同，我们也不能撤销。
好，接下来进入自由辩论时间，来自辩啊！哎，首先我要问一下证人，来你看到他代言辣条的时候，上面居然写着4个字“拒绝山寨”，这是你心里是什么想法？我觉得他做什么，在我心里面都是一种表演，而且我欣赏这种表演。你欣赏拒绝山寨，但是本身就是个山寨，一个山寨在说自己拒绝山寨，这种恶劣的行为，对不对？我特别能说，能把那个委托人都说晕了啊！对不对？很绕哎。实际上，它有很多个环节，很多信息量都可以看到。它有可能只是个模仿秀，它有可能是情不自禁的喜欢他的模仿秀，它就是打赏给前锋的，是有这个可能性的。但是你特意起了一个去掉3点水的汪涵作为你的艺名，从你的动作、服装、首饰，包括歌曲种种形式上进行模仿，同样不构成混淆。汪涵是一个主持人，而他是一个知名的歌手。首先，我方认为韩哥是万能的，他既可以成为歌手，可以成为主持人，都有可能。而且刚才你提了一个非常可笑的问题，说我们是不是这是因为真的很欣赏，所以才最终打了那个10万块钱？如果真的很欣赏，今天会做到这儿吗？明白吗？因为当时我们就是为了误解，就是因为这种错爱，所以今天我们要追回我们的权利。哎，大老师，我想说一点啊，就是这里边咱们得注意一点。王一博是汪涵老师的一个忠实粉丝，忠实粉丝代表什么？就是我对汪涵老师得特别了解，对不对？既然是忠实粉丝，那就不会产生这种错误。第二个来讲呢，10万块钱这个数额可真不是个小数，我们在去付出去的时候，是不是咱们得深思熟虑一下？咱们看一看这个主播的这个主页形象到底是不是汪涵老师啊？在这种情况下，咱们居然都没有做这样的一个辨别，那这个是不是有过失的这个地方呢？首先，你不明白什么叫粉丝，粉丝是没有冷静的。如果一个人冷静，是成不了粉丝的。我们很冷静，在欣赏他的表演，我一直在欣赏他的表演。我明白，所以你很冷静嘛，你是他会计应该是。然后那个我要说的是说，我们是狂热粉丝。如果你作为一个理性的成年的忠实粉丝，应该很容易辨识出他只是一个模仿者。如果你在电影院看到一张电影的海报，女主角长得很像 Angelababy， 但是海报下方已经写明了女演员的名字不是。看完了之后呢，你大呼上当，你觉得电影院里会给你退票吗？套用民法界的一句话就是啊，民法保护的是很傻很天真的人，但他不保护太傻太天真的人。所以说我们只要在法庭上承认我们俩是个傻子就完了嘛，然后就是我们认错了人。对方也一直在强调我们是喜欢汪涵老师，你从来没有说过我们是喜欢钱枫老师，而且你也提到了10万元，数额巨大，我们怎么会把这么大巨额的资金给一个山寨的钱枫老师呢？而且我们对于一个模仿我们偶像的人，我们应该是痛斥的，没有得到我们偶像的许可，你怎么就能模仿我们的偶像呢？你有什么资格模仿我们的偶像呢？我得到了偶像的许可啊，证据呢？说到底还是因为个人的疏忽大意。什么是打赏？其实打赏不是赠与，我们这儿打赏就是一种购买行为。那我想问一下，所有的购买行为是有对价的？当然是有对价的。的价格是多少钱？还是说你这只是原告的题？咱们让原告说一句好吗？他已经来法庭上好半天了，对。我真的是因为喜欢汪涵老师，所以说才打赏的。你根本不是因为你唱歌有多好或怎么样才打赏的。对，那你为什么要挪用公款？什么？这个与本案没有关系。被告一，这个被告一的回答是错误的，错误的。这个回答与本案无关。无关。嘿，鉴于案情的复杂性，庭后将由合议庭来进行评议，择期宣判。本院现在宣布休庭。回家喽，拿个核桃砸一下，然后好嘞，好。刚刚啊，各位年轻的这个精英律师给我们带来了一场非常精彩的法庭辩论啊！我想要问一下我们身边的2位这个大律师，你们觉得他们今天表现怎么样？如果要选出一位本场最佳代理人，你们会选谁？我觉得今天双方诉讼当事人和代理人表现都非常优秀。如果我们从战术上进行分析，今天被告方的代理人其实玩了一招柳暗花又明。原告主打赠与合同，被告说我不接你的招，我主张这是一个消费服务购买合同，这样你想撤销，我让你没辙。所以在诉讼策略思路设计上，我认为被告略胜一筹。
如果说从诉讼当事人来讲哈，我觉得今天大张伟和钱枫真是我见过最出色的原告和被告，戏精嘛太了不起了。对，今天的法庭辩论，双方的律师也表现出了非常专业的水平。如果说评出本场的2位优秀代理人，那么1位是刘佳，1位是这个张玉超，2位。张玉超啊，张玉超。好，感谢今天各位优秀的精英律师给我们带来的一场法律盛宴啊！法律问题关系到我们每个人的生活。习近平总书记曾经指出啊，必须依据党章从严治党，依据宪法治国理政。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创举，对于我们每一个公民来说，每天多懂一点法律知识，保护自己也保护他人。天天向上官方合作伙伴猿辅导在线教育，上网课就用猿辅导 APP， 下载即可领取新人特惠课。天天向上，待会儿见。天天向上，现在继续。欢迎回来，这里是由温碧泉冠名播出的《天天向上》，补水就用温碧泉。天天向上提醒您下期看点。今天我们主题就是你怎么这么好看？我怎么这么好？哇，你这个包把我的账拿来，他看的鸡巴巴的人啊！有请我们的年轻设计师们。钱枫在您的这个品牌上没有少花钱，这是我的成名作，太适合我了。哇，一下子。哇，这个龙 Rihanna 戴过。你的眼睛会不会太个性？这个世界需要这样的人。但是销量呢？他不在乎。我在乎。白捧你了，哎呀，自己生活里面缺什么就设计什么。这个就拿走。亚克力做的一个猫窝，就要这个。新中式24节气甜品，看上去都太清淡了，不是我好那种。我太好吃了，真的很好吃。喜欢的话，用自己的金币下单。哇，好富有啊！买！我还有啊，这是魔术吗？所有东西的定价。完了，切花倒了。下周日晚，天天向上，带你体验不一样的美好。感谢独家冠名商补水品类倡导者温碧泉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补水就用温碧泉。感谢官方合作伙伴猿辅导在线教育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全国累计用户已经突破4亿，上网课就用猿辅导 APP。我们下期再见，拜拜！谢谢2位。